要唱着有烈的大秦腔啊！这是安万，天生一张登不了台的烂花脸，愣是把秦腔唱出了名堂。他是网上的秦腔红人，还是西北最大民营秦腔剧团的团长。只要底下坐几个观众，就能认真的把这个唱完。带着100来号人，把秦腔潼关唱成了万人演唱会，甚至有人开车几百公里，就为了看安万的戏。粉丝叫他西北秦腔王，但他说他不是西北秦腔王，西北的秦腔才是王。能看够了啊！明年还唱天，唱40天，你就把这把一过了，再回啊！花脸安万的故事有点逆天改命的意味。怀着好奇，我们来到了安万老家。我在我娘胎的时候，老天爷就给我打上记号，他们都说是老天爷安排好的。哦，你听这个麻雀叫的声音好听，面儿，我就是生在这个窑里边的。这窑也是我玩的地方。一秋天天那么高，那么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。这应该是我7、8岁的时候。小时候的脸是红色的，就是一直被人瞧不起那种。老天爷打了记号的会怂就骂我，无缘无故的骂。这就是我小时候玩的河。没朋友的时候，一个人经常在这里玩。驴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狗是我的好朋友。夏天芦苇整个长起的时候，你可以钻到芦苇丛里，别人谁敢摸我的脸，风吹过来那芦苇在我的脸上摸一下，真的感觉很温暖的那种。在这安万内心最柔软的河边，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他5年级没上完就跟着剧团离开。我的第一次戏就是在这个台上唱的，应该是8、9岁吧。我是趴在那里看他们演，然后我舅爷爷他就把我叫上来，他就给我画了一个妆，感觉这个妆一画的话，下面他们别人就是认不出我。当花脸遮住了丑脸，安万仿佛看到了命运伸出的援手。当时就想着，如果说我能把戏学好的话，是不是别人会有不同的眼光来看我？相貌是唱戏的头一彩，丑脸想唱戏，没人肯教，没人教是事实，但唱不了，他不信。潼关一泪，就是跟剧团的这个时候，10几岁的时候我都能唱，但是他们不让我唱，他们说你这个脸这样不让我唱。老娘的死神。偷师学艺6年，直到命运再次路过。看着台上的徒弟，安万想起意外唱上花脸主角戏的那天。山下英是第一个花脸戏，是有老师是家里有啥急事，会开戏没办法。我说我可以，一下子出去就给他镇住。干死也要唱好那种感觉，跟我当年一模一样那种。也有人给我挂红了，当时心里太高兴了。唱过主角的人就再也回不去了，没人给他机会唱，那就自己办剧团。
他以为这样就能一直唱主角了。那时候我们20-30个人，4天4夜，总共挣400-500块钱。当时就是没钱嘛，欠人的工资没钱发，然后失败了。秦琼也有卖马的日子，安万走到这一步只用了1年。灰心至极的他，一把大火烧掉了西厢，开始了一边打工一边唱戏的漂泊日子。靠着满口嗓和会得多，逐渐竟混得小有名气。从下乡剧团一路唱进了兰州戏园，最风光的时候，一天收到数万打赏。安万的花脸戏越唱越响，可那张天生的花脸却要拆他的戏台，脸上的血管瘤逐渐病变。我就是经常给自己做手术，一把剪刀，只要脸上长瘤子，自己剪。应该前后后我能记起的剪了60多个。很快迎来人生的至暗时刻，行业衰落，他带的团欠下大笔工资，病情恶化，他也再也没法画花脸。大拇指头蛋这样大的那肉蛋的，满脸都是，没办法化妆了，已经没办法唱戏。这不唱戏就等于没，好像感觉把魂丢了，跟死了有啥两样？真的就跟死了没那两样。老天爷呀，你杀我无害，为哪般？那几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没人能够体会。唯一确定的是，他的心里从没割舍下过秦腔，心里有安万的人也同样没割舍下他。他是对他的这个年少这方面，他就自己给他泄气了。我跟他说了开导，说了好多话，我说你要一定要站起来，那就不能倒下。恩人刘总借给安万5万块，让他先去把脸治好。可安万还是先拿去给团里结清工资。他选择再也不画花脸了，但老天又给他画了一张新的花脸。我在直播间曾经说过的话，老铁们记着吗？我说燕雀胭脂红无尺。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再次站起来，安万成了秦腔主播。从一个人说戏开始，渐渐有了一帮忠实粉丝。感谢咱们直播间的所有的老铁们，今天我就想不通，播了这么多时间，从你们上过这么大的榜，今天晚上有粉丝筹来善款，帮他做好了脸，安万又重新画上了花脸。不用，谢谢你。经济好转之后，安万再次办起了剧团。秦腔改写了安万的命运，现在他要改写秦腔的命运。其实我感觉理解我的人很少，会有些人问我，你为了啥？你现在也虽然不是说大款，你也不缺钱，你为啥要这么你搞这个的？我说你不要问我为啥，你等你把秦腔唱到骨髓里头，你再问我这个话题。这张天生的花脸让他误打误撞画上花脸，经历风霜，又走出了风光。天生花脸起初是个不幸的故事，如今又像是件挺幸运的事。但安万又是怎么想的，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他说还有最后一个遗憾。其实啊，把剧团的事情如果安排好，挣一部分钱一定要去整容，化个小生装戏演个小生，那大羡慕了。安万好像很想看到自己正常脸的样子，所以我们做了2张照片。
我们昨天拍了2张照片，这个是你正常脸的样子。啊，这个跟我挺像的，这个跟我挺像的，看。这个做成这样就好了，能做这样我都能常整容恢复了。对，俺这周边是骨头高嘛，这桌子要大么的，我疼着。嫂子，你看这张照片，你还认识他吗？当然认识了。姐姐喜欢他这个样子吗？挺喜欢的。我自己也挺喜欢的，挺喜欢的。了却他的那个，他一直心里边想的那个。你想让他变成这个样子吗？不行，不像他不像。为什么不想啊？我就不喜欢了。爸爸这么个样子的话，去学校门口接你，就别的小朋友不笑爸爸了。但是我就不喜欢了。还有一杆线吊着上去的，就这么长的一个导管，从嗓子后面扎到这了，满口他鼻子里全是血，哗哗往出喷那种，还得唱呀。所以我们用4个字形容我们这个戏比天大。你知道穿的棉衣冻的瑟瑟发抖的，为啥要装被子的？戏比天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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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永远记住戏比天大。戏比天大这几个字儿，听安万说过很多次。安万告诉我们，剧院没有明面上的规章制度，把100个人管理起来的，全靠着戏比天大和将心比心。我们很惊讶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带着疑惑，我们想和剧院的管理层先聊聊。听人介绍说，张建立是这里的副院长，同时也是当家花旦。是他吗？或者是他？都不是，原来是他。让我睡觉的这是掐掉，不要拍我睡觉的。想象当中，那些唱成了角儿的大花旦都是风风火火的，但眼前的他颠覆了我们的刻板印象，因此我对他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，想先观察他一天，试着寻找答案。腿比我腿软多了，我腿疼。前段时间那个腿直接就是报废的那一种情况，经常带病演出，我们是常有的事。他的上午和所有演员一样忙碌，甚至还要抽空直播，邀人来看他晚上演的《黄河镇》。附近的可以过来看趟街、看戏。《黄河镇》是张建立的拿手戏，他扮演的穷乡报仇心切，性情刚烈，角色难度极大。这个戏是文武兼备的，前面唱的特别多，而且全都是高音，后面要打完以后还要唱。我很难将眼前温和的他和火爆的穷枭联系起来，也更期待当家花旦的文武本事。张建立先前说，中场他会快速换装上场发疯，那才是他的重头戏。如果说唱和打是当家花旦的标配本领，那真正让人震撼的是他对角色的全情投入。上了舞台，他不是张建立，他就是穷枭。唱嘛，唱的时候就吸进去了。我忘了问张建立戏比天大的事儿，也不记得他说过成角的艰辛。但看着台上这个脱胎换骨的故事，看到下台之后的他是多么狼狈，我们已经知道了关于他的所有故事。
唱戏的人真的是疯子。演出后台，我们碰上了剧院的后勤总管。戏拍完了吗？给乐池叫把点接上了吗？演员来把你唱的字幕定一下吗？搬道具、拉大幕、钉字幕、调大屏，爬上爬下，忙前顾后，好像没有事是不归他管的。今天早上没洗脸没刷牙，不怕你们笑话，到现在还也没吃饭呢。拉开。他是这里的院长，姓张。一开始只听说他管理所有的演员，没想到还承包了所有的杂活。演出前是要检查一遍，都要操心一遍，保证那个演出的那个顺利进行的。预备铃，这就是我们预备铃开戏前的预备铃，前10分钟。在演出开始，以为他终于可以坐下来歇会儿时，他又勾起了脸，准备上台。他说，其实比起当管理，他还是更喜欢演戏。可能正是因为离开过，他才如此珍惜现在的一切。14年那时候我刚结完婚，那时候那个剧团也工资也发不上，我就改行了，哪里能挣钱我就先去哪里，现实打败一切嘛，你就得干着你自己不喜欢的事嘛。不干有点不干，但是生活始终没办法嘛。直到今年，安祖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我这次想办团呢，我想请你过来啊，我一听好着呢。咣当拆台拆台，咣当拆台拆台，咣当我们有一个共同目的，就是要把这个秦腔艺术往前推一步，不计成本的那种。这样吧，就是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与那个挣钱赔钱都没关系了。都说眼里有活的人，就永远有干不完的活。但我在张院长身上看到的是，认认真真干事业，又哪有那么多可以计较的事儿？听说剧院里还有几个00后，他们是怎么看待戏比天大的？我19，我每天睡觉都会抱着他，超级可爱。和大部分00后一样，他们喜欢玩手机，喜欢可爱的东西，喜欢唱唱跳跳。对秦腔，他们说一般，不是不爱，是太难。练功每天就哭，天天哭，每天哭，根本学不会，太难了。我们不是跑龙套的，很小很小的配角吧？对，配角。这群活泼好动的女孩上了台会是什么表现？亲爱的父老乡亲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！今天晚场演出大型秦腔传统剧。一场戏3-4个小时，他们没有唱词，很少动作，甚至连摄像机都很难找到他们。但他们就这么穿着单衣，定定地在后面站着，认真地做着陪衬。要是我们自己错了的话，肯定会拖累别人呀，肯定不好的。不管是站还是走，都要认认真真的。一出戏的分量靠100双肩膀撑起。74岁的茂官，不管天冷天热，都睡在后台的帐篷里，守着剧院的全部家当。我们后勤上的人就算是无名英雄。42岁刚入行的子玉，学着把眉毛
画得一丝不苟，哪怕是站在没人注意的角落。我也很佩服我想都没想过。跑前跑后的姚经理，为了一出完美的戏，一锤定了音。不吃晚上的演出不吃食物。武生吕海峰满身伤痛，上了台依旧不遗余力。今天光鼓掌，那是那种小小的自豪的那种。所有人都在各自的角色里诠释着什么叫戏比天大。戏比天大是他们对秦腔的热爱，对观众的敬畏，也是把这一大群人牢牢拧在一起的那一根绳。没有他们的支持，我们早就趴下了，秦腔根本早都凉透了。安万天生一张花脸，把秦腔唱出了名堂。我们跟安万聊天，他说他有个救命恩人，没有他就不会有现在的安万。这多少年，为啥我把他一直要存在？恩人，在我心里就是一辈子，甚至到死，都是恩人。恩人出现在安万当代理团长发不出工资，还画不了花脸，上不了台的至暗日子。方便面都是赊的，钱没钱，大拇指头蛋这样大的那肉蛋的，满脸都是，没办法化妆了，已经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边，反正弄了3箱吧4箱方便面，忙里不出去，就说难听的话，可能几箱方便面吃完，我可能会去跳楼。当时我有萌生过那个的念头，真的。到底是怎么样的故事？趁今天恩人出现，我们想弄明白。再次感谢连打1娃呀，来，我去接一下。好，这是他的车。想象中的刘总是个会在戏园听戏的派头十足的大老板，但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一点不像总，倒透露着一股子西北汉子的憨劲儿。微笑、握手，甚至打闹，是他在后台重复最多的事。你越来越悲了嘛，你看我越来越富了。哎呀，别啥了。看来刘总不仅认识安万，很多人都是他的老朋友。好演戏的那一股子精神啊，那是一般的人办不到。刘总说，年底工作很忙，今晚就得连夜回。安万坚持至少一起吃个饭再走。在饭桌上，他们细说了这段救命的往事。原来，在那段安万意志消沉的日子，是刘总借给了他5万块，想让他先把脸治好，至少先有活下去的信心。就是疼的，就是能嘴里就是开始你不能说话，他把嘴整个是捂着的，要说话就要不就是血，不能说话，我都准备了。那不用急，多亏你救下我一条命，放眼才能看日间。11年前，一个人能掏出5万块，除了确实有，应该还因为点别的。他是不好意思说出口，他开始一直属于同情可怜我，真的，这人长这么个脸，然后上午才那么不要命的去演。这也是我崇拜的人啊！我了解他的情况，要全世界的人知道有这样子的个人，把这个秦腔一下子弄得这么厉害的。拿着这笔救命钱，安万并没有给自己治脸，而是先给剧团的人结清了工资。他这个人就是要干的什么事情，他喜欢先把事情干了，他也不说，从来不求回报，自己也会唱，嗓子还美的。这不行了。现在啊，对的。安万说，11年来他一直想还钱，但刘总总是不收。那是情
啊，那就钱衡量不了。给我皮带上送到这去看，我还在皮带上穿着。这个东西在我心目中来讲，哪怕就是吃1毛钱这个东西，在我的心目中来，这钱就衡量不了的东西。他继续拿盆子陪他，但不喝酒嘛。好，不说啥啊？不说啥。那些最深的话，一句不说啥，其实就已经说完了。不善言辞的刘总吃完这顿饭，又要开4个小时车回去，忙明天的事儿。衣服在我车上，知道这去啊，就走吧啊。但能确定的是，如果没有刘总的5万块，就没有今天的安万，可能也没有现在的张院长、杨栋、刘卓，以及一大帮一直跟着安万的人，他们可能现在也没再唱秦腔了。刘总不光救了安万，好像也无意间救了秦腔。11年后的今晚，安万终于了了还钱的心结。现在心里很轻松了一大截，心情特别心情特别放松，感觉今天晚上5万块完了。而刘总也了了自己的心愿，那就是老安可算好起来了，秦腔也好起来了。安万剧院的镇台戏《星汉图》开演，10里8乡的戏迷都来了。在一群铁杆戏迷和超新生代中间，前排 C 位的中生代大哥吸引了我们的注意。到了晚上，他还在那里，相比下午的时候，眼里多了2行湿润。我们决定找他聊聊他对秦腔的爱。他让我们叫他牛哥，西北汉子不轻易说爱，他只说这回激动讲不出来，就认真看了，就认真看，从头往进看，从这个戏的开始你往进看，你看到这个剧情当中，你不哭你不由你啊，对不对？看过了晚场，我们跟着还饿着肚子的牛哥见到了他的朋友们。来后车，味道没变吧？味道没变。这次宁夏过来的多，宁夏过来的，有西吉过来的，还有固原过来的。我这次过来应该算最远对吧？430公里左右。加上银河100多公里啊，500来公里。我那天还跟你打视频了，你说，哎，你先去，我那时候在听着发个地位，我就说我就过来了啊，没想到你真的过来了。爱可以跨越山海这句文绉绉的话，却配上了眼前西北汉子的画面。我带他看戏，没有10年，也得有7、8年了吧。我每次出来我都带他，你像跑个500-600公里、600-700公里都很正常的。上次我们4个人开了两辆车，那是21年的时候，开了600多公里啊，到我们秦安老家去，开了4天4夜。他们叫特别疯狂的戏迷，然后我是不是那么疯狂，但是现在也慢慢的就是比较疯狂了。秦腔自然地流进了他们的生活，变成一种无法言说的存在。我们都是因为这个秦腔认识，坐到一起成为朋友。你让我给你口头语言给你表达出来，我是多么喜欢多么爱，我给你表达不出来，就是没有理由的喜欢，就是爱。我们就喜欢这种天寒地冻，你有多冻，你演戏我看戏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理由，真的没有理由。牛哥和我们约了第2天一起听戏，但临时接到生意电话，又要开5小时车回去。看戏的夏天的凉帽子，冬天的大棉袄，那种折叠那个看戏的凳子，后备箱都经常拿着。一有时间赶紧车开过去看一眼，发微信忙了，你有事了赶紧再跑回来。下红色包，走拉排水混凝，请来他静的，他哪里都够。从甘南坐到兰州，从兰州坐到这儿500多公里。专程开车过来看上我们安万老师。整个西北还有无数个牛哥，
你只管搭起戏台，时间不是问题，距离不是问题，有这样的人追着，说不清道不明的爱着，秦腔死不了，牛哥们不让。结束了连续8天的演出，安万剧院连夜准备赶往下一场。再回啊！大家在干活的同时要注意安全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连夜赶场，去装好台，刚好路口，就中午要连场戏。在零下10度的天气里，整个剧团精神十足，热火朝天的干着。10几辆车载着100多号人和几十出大戏，迎着日出，浩浩荡荡地驶向下一个场地。要心量可散点，哎，要放蒜。没想到，浩浩荡荡的转场，转来了一个山沟沟。在一个沿路都没几间房子的地方，会有人来看演出吗？但剧院的人似乎没想这个，只忙中有序地筹备着。当看到三三两两的老人坐在台下，我在想，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沿着山路冒着风雪赶来？这个100来人的剧团，又为什么要贴一半钱来给10几个人唱戏？昨天来了一个人拄一个拐杖，他说：“我可把你盼来了，哎喂，哎呀，我今年看一下，明年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。”这个话很扎心，真的很扎心。我说好，我一定给你好好唱。只要有老人，只要还活着就得唱。外人很难理解，秦腔对于西北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。这头发了累了去唱。但从他们的言语里，开始了就不能啊，开了60多年了。从他们的眼神里，从他们的吼声里，我们感受到了秦腔不死。这是西北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的人民生生不息的最动人的执念。这就是潼关，它是星汉图里最火的一段唱词。10年前可不是这样，星汉图乃至秦腔都经历了无数低迷的日子，没人看也没人演。我给你唱个星汉图，不要，那是什么戏？唬人的戏，没任何看头，没一点意思。安万这半辈子也在无数的低谷里挣扎，也许是和秦腔命运的相似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爆改星汉图。开，
基本上就是每年给一次，这是最新的一年。爹，其实我只是一个5年级的水平，没有那么多华丽的词语。我到现在有一个字，我一直在唱，我不知道这个字究竟它应该是什么字。东地捶胸八铁院，那么这个动，我开头写是动力的动，他有些人说不对，是牛动的那个动。小学水平的他，怎么就改编出了整本戏词？哒啦哒，潼关一泪悲泣。潼关守将吴汉的妈妈过世了，所有的人穿校服着白旗。打个比方，我妈妈真的要是过世了，我是什么感觉？想着想着写一句，哭一下，又在写，写了8句词，哭了2个小时。东地捶胸八铁院呐，老天爷呀！这个我感觉就是在写我。我怨不了任何人，我怨不了父母，怨不了我身边的这些兄弟姐妹们，我只能怨老天爷呀！为啥秦腔路这么难走？安万经历的风霜雨雪，都成了他创作的来源。我演吴汉，我就是在演吴汉当时心情，我就是哭得稀里哗啦，我在哭吴汉，也在哭我自己。借着吴汉这个戏，借着吴汉这个名，悄悄地把安万加到里面，宣泄一下。没有任何技巧，全靠感情代入。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笨，让他改的戏词格外真诚动人。我只是拿嘴拿大脑能想到，我不会记谱。哆来咪发嗦拉西，他画的隔音线啊那些，我不懂，所以就叫了，在西北五省名气很大很大的陈白福老师，来给我把这些谱子给他做出来，光作曲费10万。再读一下，这个曲子啊，大霸道。音乐不动人，戏就缺了魂。为了给星汉图注入灵魂，他竟舍得花10万块，就为改个1分多钟的曲子。这个情景里面是刘秀在前面跑，徐贤在后面追，既要有苏贤带领人马追的那个气势，又要彰显刘秀慌张的过程和心理，所以我就想了，刘秀特别慌张，后面的人马，哒哒啦哒哒哒。搞这么大的阵仗，我的目的性，我就是要带动年轻人看秦腔，我把以前没有的，我全部融入到里面。那个桑巴，这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有些灵感的东西，它是，生活中或者骤然一下子，哎呀，我想到了这个，我要这样弄。吴汉他妈妈当时生前说了一句话，说：“儿啊，你听我的话，你把刀枪入库。”吴汉说：“儿重母明，我母亲死了，我在守灵堂啊。”快，苏贤领兵来了。从现在头，扫扫看，爱国。原先的他是拿这个大刀，我就拿这个桑棒，我跟你对打，打过打不过，我就拿桑棒给你打。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给的。一句戏词，一首曲子，一个道具，安万对每处细节的苛求，都是为了让那出哄人的《星汉图》变成一出好戏。也是他不计代价要推火秦腔的执着。星汉图由没人要，没人叫唱，现在是
必须要唱新汉图，不唱新汉图还不行。这场新汉图终于要开始了。秦腔万人大合唱，这是西北这片土地上从未出现过的景象，也是安万盼了一辈子的景象。此刻在这里，我们听见的不只是吴汉的新汉图，更是安万以及所有西北人的新秦腔图。他们能把潼关唱活，就能把秦腔唱活。